你是否注意过音乐？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？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，我是笔记。我们这期要聊的是《英雄之证》。那我不用担心，不会有什么艰深的术语或是乐理基础上的要求。我也不是来这里科普历史的，充其量就是茶余饭后的闲聊。你可以理解为怎么跟老屁股交流用的装懂懒人包。那么，让我们进入主题，《英雄之证》。英雄之证是什么呢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《魔物猎人》这款游戏的主题曲。你会在几乎任何《魔物猎人》的相关作品里面听到这首歌。要说这首歌在玩家心中占了什么地位，基本上只要你是有开声音在玩《魔物猎人》的玩家，很难不对邦邦邦邦没有印象。好啦，那我可能比较例外。但只要是稍早以前的《魔物猎人》，不论是哪一款作品，只要一进标题画面，劈头就是澎湃的管乐炸进你的耳朵，还不可以跳过，因为你还要花时间点进去存档选角色，对吧？不管你按的再怎么快，该听的就是得听。就算是《魔物猎人世界》以后的作品，换了主旋律，却还是会在你的胜利音乐里面出现，躲不过。出现在你刚打开游戏的时候，也出现在你艰辛奋战后心情最舒畅的时候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猎人斗志的代名词了。你可能没那么喜欢这首歌，但你没办法否认这首歌在这个系列的重要性。今天你跟老猎人讨论最喜欢的魔物猎人音乐，很少人会说喜欢英雄之证，毕竟已经习惯到提了跟没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通常就是提个雷电斗机啊，或是那台喷射机，对吧？不然就是尾巴一把大剑的那只嘛。好，但要是今天你跟一个圈外人聊魔物猎人的音乐让你私烟取物好了，你挑的5首里面高几率会出现英雄之证。真的，没听过英雄之证等于没有玩过魔物猎。这好了，有点过头了。我们常说音乐要伴随着故事，这首歌也不例外。在最早期的作品里，《英雄之证》正是属于跨越最艰难挑战的猎人证明。在狩猎方法确立以前的时代，人们深陷于一角龙肆虐的恐怖。直到科克特村的英雄站出来，并在没有什么实用的武器防具以及粮食用尽的状态下，经过长时间的死斗后，终于将一角龙的真红角斩断，成功打倒这头灾难。让人们明白魔物不是不可对抗的，也成为日后猎人这个职业出现的起源。自此之后，猎人们会将能够单独狩猎一角龙的事迹作为独当一面的证明。但是比起结束，更像是一种开始。猎人们将站在名为英雄的全新起跑线，继续将故事写下去。即便每个猎人都听过英雄之证，但比较有名的还是来自于冬奥的版本，也就是最早的经典款。3代的时候一度改了编曲，但在4代再次回归。这之后的每一款游戏，英雄之证都以不同的编曲出现在游戏的各个角落，甚至出现了不少歌唱的版本，贯穿了整个系列。直到2018年，《魔物猎人世界》正式上市。游戏首次以3A 等级的次世代画面出现在玩家面前，还因为种种原因导致2次热潮。第一次当然是游戏发售的当下，第二次则是2023年大量玩家涌进，成为史上成绩最亮眼的魔物猎人游戏。这成绩估计会被即将到来的荒野赶过去。这不是重点。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，从这来开始，主选单已经不再以英雄之证为主题，而是风格迥异的全新音乐。然而，从这个时期新入坑的玩家，多多少少还是会对英雄之证抱有特殊的感情。撇除 CM 与玩家社群口耳相传的要素，主要还是归功在于其优秀的编曲、独特的主旋律，加上简单直白的开场，令玩家眼前一亮，留下的冲击性，对一些玩家来说，甚至在新的主题曲之上。当你对上最终决战的黑龙时，奋战许久，精疲力尽的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，在棘龙枪命中的那一刻，宛如战歌般的激昂旋律取代压力满满的绝望合唱。
说老玩家老泪纵横啊，大家多少都感受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感觉，是吧？对吧？但听了之后热血一番，然后还是任务失败啊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哈。其实会想说这个主题，主要还是因为，新作要出了嘛，《魔物猎人荒野》的预告片里面一改常态，直接把主题曲给换掉了。那时候有学生问我怎么看这件事情，我的想法是，看你从什么角度看吧。广义一点来说，新的主题曲可以堪称是英雄之证的变体，至少营造出来的气氛是类似的，都是能让人燃起狩猎热情的曲子。相较前几作的新主题曲而言，性质上来说更接近英雄之证。如果你今天觉得旋律都不一样了，怎么算性质类似呢？也不用太担心，至少讨伐成功的音乐妥妥的放上了英雄之证，也没真的从游戏里消失，是吧？没准后续更新的最强古龙，要给你听一次。嘿，其实我就是个2G 开始玩魔物的老拉入啊，对我而言，有没有英雄之证真的是挺重要的。我在不需要像寻找威力一样，在海量的原生态中寻找英雄之证，包含在几乎所有魔物猎人的系列作内。为什么我要说几乎呢？对，有例外。魔物猎人的电影版，是的，相信看过的人都知道了。这个电影的内容，就先不说，至少有做得特别帅的熊火龙和黑角龙等魔物登场了。但最经典的英雄之证 ，nope。由于日文版的预告片是有放英雄之证的，导致剧中并未使用这点，显得有些广告诈欺的嫌疑。哎呀，看真人电影的时候，真的是真心觉得可惜啊。我能理解大人的缘由，也不是觉得电影版原声带不好听，你知道，就标准的史诗音乐。只是私心希望能够出现至少一点魔物猎人的元素，即便是采用电影的曲风去改编，不也挺好吗？好了，我们这期就聊到这边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多多理解游戏音乐的小知识。没有听过的观众也可以去尝试听听看。如果有希望我讨论的曲子，也欢迎提供意见。那么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。